近期，美国在芯片领域动作频频。韩国外交部官员日前透露，由美方主导并拉拢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产业联盟性质的芯片四方联盟旗下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16号在台北举行正式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一周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发表演讲，宣布启动规模53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计划。那么，美国近期的这一系列动作有何意图？为了配合美国的计划，被拉入芯片四方联盟的其他几方又做出了多大的牺牲？16号举行的芯片四方联盟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会议由美国主办，美国在台协会承办。据韩国方面本月24号透露，韩国在台联络机构人士作为韩方首席代表与会，韩国外交部、产业部派司局级官员作为观察员出席。采用这一独特的会议形式，旨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避免给人以台湾与其他国家进行政府间协商的印象。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由美国总统拜登去年3月提出，虽然是产业联盟的性质，但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目的是将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该联盟在去年9月召开首次预备性视频会议，韩国方面此前一直表示将基于国家利益斟酌是否参加正式会议，但上月在新年工作报告会上表态称，经通过工作组等新的合作形式，积极主动争取国家利益。25号，台经济部门官员表示，此次会议主要由美国推动，但仅为工作小组会议性质，讨论议题为早期预警机制，以提升芯片供应链稳定。台方官员还补充称，预警机制不仅局限于制造阶段，包含前端的材料、后端需求等都需要纳入，这才有助提升半导体供应链稳定。芯片四方联盟成员在半导体供应链中各有不同地位，美国主导设计、设备，日本为材料，韩国、台湾地区则负责制造。该名官员还透露，会议历时约1个小时，没有触及出口管制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达到一定的运行之后，韩国、日本、台湾对大陆地区的出口越加严格，那实际上你就做了出口管制的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观察员也好，或者说韩方的表态也好，更多的是想稳住大陆的一个信心，也就是韩国把大陆当成是海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他不希望这一块市场流失，所以他要跟美国方去斡旋，需要做一些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为了配合美国搞所谓供应链韧性，台湾方面吃了不少哑巴亏。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设厂，最初承诺投资120亿美元，去年12月加码到约400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本月22号的报道就透露，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内部质疑。高昂的成本、管理难题、生产材料短缺让项目陷入困境。报道采访了11名台积电员工，许多员工表示该项目可能会分散对研发的关注，而这正是该公司长期以来的竞争力所在。一些人还说，因为可能存在文化冲突，他们对移民美国犹豫不决。一名去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工程师表示，他认为最难的是人事管理，美国人是最难管理的。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投资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是不合理的，台积电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被迫在美国设厂。然而，如果台积电拒绝去美国，会是什么下场？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近日在一档岛内政论节目中说，如果台积电不去美国，谁敢保证美国不会炸毁台积电？他表示，炸毁台积电的说法也不是他说的。2021年，美国的兵推里面已提出来了。他还举例说，美国要求德国不能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但德国不听，北溪天然气管道就被炸掉了，也没人敢查。假设台积电哪一天发生火灾，也没人敢查。在试图缓慢掏空台积电的同时，美国还在计划为本国芯片业注入大量资金。上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将利用规模53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资金，在2030年前创建至少2个尖端半导体制造产业集群，将半导体制造厂、研发实验室、组装芯片的最终包装设施，以及支持每个阶段运作所需的供应商聚集在一起。 Each cluster will include a robust supplier ecosyste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cilities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new process technologies, and specialized infrastructure.
雷蒙多还表示，美国大力发展芯片制造的政策出发点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强调，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持续落后，这除了给美国带来经济威胁外，还对其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我觉得美国目前的芯片法案其实侧重点就是在于对于移至美国建厂的海外公司进行补贴，并且你还构建了排华性的条款。如果拿到了你的税收补贴，拿到了你的这个相关的减免，那我就不能10年之内不能在中国增资扩厂。那这是非常有毒丸性质的，就是非此即彼。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是你基于自己的产业相应的发展，不会有排他性的条款在里头，所以你这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在演讲中，雷蒙多还自曝家底，称美国制定了2套战略，以应对在芯片上来自中国的竞争，一个是进攻战略，一个是防御战略。防御战略就是出口管制，不让中国获得我们的超高端技术，但进攻性战略更重要，这就是投资美国。芯片法案就属于进攻战略。这2个战略它是同时迈进。那现在来看呢，它是相当于是国内的，比如说我的补贴、税收减免能更好的到位，那我就一步推到底。而对外的政策，我还需要联合盟友进行广义的出口管制，而这个进程会相对的缓慢一点，但是我会锲而不舍的去做。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主导并拉拢韩日和台湾地区组建的芯片4方联盟举行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正式会议仪式，您怎么看？其实，关于美日韩和台湾地区组建旨在排挤中国大陆的芯片4方联盟这件事情，拜登政府是一上任就在推动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就是只见美国在嚷嚷，却不见有实质性的动作。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卡在日本和台湾方面身上，这2方一直在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而是卡在韩国身上。韩国一是因为在半岛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不敢跟中国撕破脸；二是因为韩国不想在芯片出口上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不仅意味着嚷嚷多时的芯片4方联盟终于正式落地与启动了，而且意味着经不住拜登政府的威胁与利诱，韩国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对于这次芯片4方联盟首次正式会议所讨论的主题，您作何评论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组建芯片4方联盟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中国打一场高科技战，把中国排挤在他们的供应链体系之外。然而这次会议却是压根就没有提到中国，更没有探讨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而仅仅是探讨了如何确保4方内部芯片供应链的稳定的问题，甚至是为了避免在一中问题上刺激中国大陆，会议还交由一个半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来承办。我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恰恰反映了拜登在政治上的老道，或者说是阴险。他在处理任何存在内部分歧问题的时候，都喜欢把真正的目的先隐藏起来，先从最外围，也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和认可的共识来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图穷匕见。比如在印太战略上，为了顾及印度的忧虑，就先从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来做起。纽约时报日前就报道台积电在美设厂面临的尴尬处境，有党内舆论就认为，假如台积电不去美国设厂，那美国就有可能像炸掉北溪管道那样毁掉台积电。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说法很耸人听闻，但在逻辑推理上似乎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北溪管道究竟是谁炸的，当前各方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其次，就算我们认可美国资深调查记者克什的爆料，假定是美国炸的，那美国这样做也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一是可以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经济，进而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二是可以进一步切断俄欧之间的能源依赖，让欧洲进一步倒向美国。而在芯片生产上，美国是主导设计的，日本是主导材料供应的，荷兰是提供光刻机的，台湾地区这是主导制造的。一旦台积电被炸，不仅全球的芯片供应链会彻底瘫痪，美国更是首当其冲。因此美国不会因为台积电
不肯赴美设厂而炸掉它，只会在两岸统一，也就是台积电有可能会落到中国大陆手上的时候，美国才会这样干。好，谢谢刘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